中泰基金会在2013年的时候，曾经跟日本的深美术馆合作，举办代谢派未来都市展。在那个时候，安藤忠雄老师他曾经来看过中泰基金会所举办的这个展览。那在2019年也跟我们一起合作过大型的演讲，所以他对中泰美术馆的团队基本上是给予很大的信心还有信任。那在这一次的跨国合作上面，主要是由日方提供这次展览的内容，但是日方的团队也非常的尊重中泰美术馆的团队，所以在过程当中也持续跟我们进行讨论。那以台湾的观众为对象，针对台湾这个展览也进行了许多独一无二的调整。我们基金会有很多办展览的机会，那我们的经验里面很清楚的知道说，建筑展都不好办，好，因为它牵扯到很多的专业，好，那也要处理很多，不管是小的模型或甚至到大的1:1啊这样的一个建筑的这个模型都是有可能的。那所以要处理这一个安藤老师这个展，好，它是一个规模非常庞大的。而且它的展品的种类非常的丰富啊，还有更多珍贵的它的这些手稿，还有它所有的这一些东西，其实有很多跨的年代都非常的长，所以其实都保存不易。所以我认为，把这样一个展览带来台湾，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可以忠实完美的把它能够呈现出来。那另外一个当然就是刚刚讲的，我们在这一个展览里面也有1:1的光之教堂这样的一个呈现。那在展场的这个松烟1号仓库的空间里面，要再去原汁原味的呈现，在屋里面既有的老建筑里面要盖一栋新的1:1的光之教堂，其实这个难度是很高的啊。那所以这个都是我们在当中必须要面临的挑战。我想大家对于安藤老师的作品有了解的话，其实作品都非常的简单洗练。那所以以光之教堂来讲的话，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单纯的一个设计的形态啊。那可是我们要做这个1:1的模型的时候，并没有办法像原来是采用这样的一个钢筋混凝土、清水混凝土这样的一个结构性的一个做法，所以我们用临时性这样的一个建材构筑的一个方式，要撑起这么大的墙面，这么简单的构造，要原汁原味的把它做起来，其实是不容易的事情啊。那所以如何再用这一些比较临时性的轻薄的材料，能够达到它有结构上的一个构筑的一个能力，还要能够在展期整个当中，除了原汁原味的表现出它的品质之外，更要确保安全无虞。我想这个是在处理光之教堂里面其实最主要也是最困难的一个部分。那另外一个是在做的过程当中没有想到的非常困难的问题，那就是最后这个光的一个呈现啊。那其实我们因为不是在户外的空间来这个盖这一个光之教堂，所以在室内的空间，所谓在户外原来自然光的光源，我们在室内变成要用人造光来处理，那这个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啊。那我们同仁也从做这样的一个参与这样的一个案子过程里面，才发现，其实建筑的设计不单单是只有我们可以看得到的硬体，尤其是对于安藤老师来讲，那个光的那个呈现。那个光如何在他设计阶段，他就已经可以感受到那个光，他把那个光设计到在建筑完成的时候，那个光是他整个建筑里面除了建筑本身最重要的，甚至是超越建筑本身更重要的一个存在，那个是相当不容易的。我们也在这样的一个即使是再制的过程当中，我们都无法真的原汁原味的复刻这所谓光之教堂里面的那一个光，我们只能尽力的去趋近，可是没有办法做到真正在那个现场所看到的那个神圣性的那个光，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当中学到的一个深刻的感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
老师设计的功力跟他的一个学问所在。我想每一个国际展览都会面临相同的问题，就是在这几年疫情所带给我们的限制，所以我们在筹备的过程当中没有办法实际到日方跟老师开会，日方的团队也没有办法到台湾来场勘跟我们开会。那这个我想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但是我们也透过现代的科技，然后以及我们在过去已经累积了非常长久的信任的关系，能够克服了这样的距离，还有这种空间的限制。こんにちは。那今天非常高兴大家可以来参加这个展览的记者。私が建築を通してやっぱりどう生きるかということを考え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きに、しばらく人生100年の時代ですから100年。那第二个挑战是我们这一次所面对的这个空间，原本我们很希望能够在中泰美术馆，但是因为美术馆的空间其实是比较小，没有办法容纳老师这么大规模的展览，所以我们也面临了要去寻找一个适合的空间这样的一个很大的挑战。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很幸运的找到了松烟烟草工厂这样的一个古迹的空间。那当我们跟老师沟通的时候，他其实也很开心，因为安藤老师他有许多的创作，就是以新的设计来去跟历史建筑来对话。所以当他知道能够在这个松烟来举办的时候，其实他也非常的开心。那我们也特别在这个过程当中去针对这个场地进行了许多的调整。我们要在一个维持古迹、保护古迹的前提之下来办这个展览。回到我们美术馆来说，或回到中泰集团来讲，我们其实一直希望的是塑造一个更多人可以来参与进来，一起去讨论建筑、讨论都市，去形构我们对于台湾这块土地，我们对于未来建筑的想法、城市的想法与做法。那所以办这样的一个展览，除了把老师好的作品带来台湾，让大家可以认识了解之后，其实我们更多的是，我们还要透过让更多人的参与，然后我们后续会有很多，不管是论坛啊，或者各种的活动的办理，变成一个更大的人可以聚集的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就是刚刚说的，我们要有更多的探讨。从老师的单一作品的探讨也好，或从他人生不同阶段或参与不同尺度或不同可能性这样的一个作品的探讨，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我们怎么面对在我们都市里面同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建筑在这一个时代的历史的这个脉络当中，因为老师的一个设计这样的一个新的加入，它有一个新的生命产生出来。那这个就是这几年我看老师有很多这样的一个作品被呈现出来，所以把老师的这个东西带进来，除了介绍这些好作品让大家可以看到，最更希望的是我们能不能透过这些作品来看看，那我们在我们的都市里面，我们怎么去思考，我们怎么来做，老师的做法有没有值得我们参考之处，或我们可以从中激发属于我们自己台湾的我们自己的版本。这个是我们希望可以达到的目的。今年刚好是中泰美术馆迎接5周年的非常重要的时间点，那也很幸运的能够在这个重要的时间举办安藤忠雄老师的大型的个展，那展名是挑战。那也如同刚刚所提到，我们在筹备展览的过程当中遇到非常多挑战，但是我们也一一的克服。那我相信这个就是因为在这次展览当中，老师他在所有的他的创作里面都呈现了他不畏困难、不畏这个问题的这种具有挑战的精神，而且他虽然已经年届80岁，但是他还是永远保持着一颗年轻的心。
所以我相信这个是这个展览能够带给台湾观众最精华的一个讯息，跟最大的鼓舞跟力量。也希望观众在参观这个展览的时候，能够在每一件作品里面都感受到老师这样强大的力量。